您不能进去，我们这儿没有垃圾可捡。姑娘，我不是捡垃圾的，我是来找我儿子。您儿子在我们公司上班？您开玩笑吧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李腾飞呀，李总，真好。我平时啊就在这儿工作。您请喝茶。哎，谢谢啊。没关系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李总，那我先出去了，有事您叫我。好，先忙啊，来，咱坐下。好好好。来，先喝口水。好，儿子，哎，妈看到你这么有出息，妈真为你感到高兴。妈，儿子呢再好一点儿，我就把你接过来。好，你说你给你买的新衣服你也不穿，飞机也不坐，提前来了也不说一声，难怪人不放你进来。儿子，妈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哎呀，说什么呢？妈苦日子过惯了，你寄给妈的那些新衣服、新玩意儿，一是妈不会用，二是妈也舍不得穿呀。再说了，出门在外穿这么好，不是遭贼惦记吗？妈，这个衣服脏了咱可以洗，旧了咱就换新的，东西坏了呢，咱就修，过时了那就给它淘汰，好吧？或者是给那些需要的人。我可就您一个妈呀，你干嘛这么省啊？你说儿子在外边这么辛苦的打拼，不是希望您能过得好一点吗？儿子，妈知道你懂事、孝顺，妈没有白疼你。瞧你哭什么呀？本来挺高兴的，人看到了还以为儿子不孝顺呢。谁敢说你不孝啊？我跟他拼命。儿子，你看妈给你带什么了？又带这么一堆啊！山核桃，咱家后山那个。妈自己种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这回啊，妈还给你几个好兄弟各带了一包呢。有一个叫什么于什么，他特别爱吃咱的山核桃啊。这个他叫啥？于鹏岳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于鹏岳，妈可想他们了。啥时候带我去见见他们啊？啊，吃啊吃啊，有，还有。我租那房子太小了，所以这2天您就住这儿啊。哎呀，这房间很贵吧？住一宿得花多少钱呢？儿子，妈不讲究的。妈，你先坐着啊。咱不想省钱那事儿，儿子有钱，你就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啊。明天呢，我带你出去转2圈，咱来一趟不也得体验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吗？对吧？对对对。我接个董事长电话。妈，喂，陈老。哦，去上海啊？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妈，不好意思啊，临时接的电话，我明天得去上海出差一趟，但我就走1天。去忙吧，妈不耽误你啊，忙吧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找个人陪你。找人？谁呀？你不是一直说希望我找个女朋友吗？我保证找的这个人，你绝对满意。好好。喂，喂，小雨。哎，腾飞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有个事儿得请你帮个忙。你放心，不是公事儿，是跟我妈相关的。你妈妈，阿姨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呢刚接到通知，公司让我去上海开个会，正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妈过来了，又提前没跟我说，弄得我措手不及的。我在想，你明天有没有空陪她出去逛逛？我晚上就回来。你找杨子陪是不是也行啊？嗨，杨子要有空的话，我就不找你了。再说他粗心大意的，我也不放心。你别多想啊，这事儿跟工作立场都没什么关系，就是朋友帮忙。哎，于鹏岳不会连这事儿也管吧？那行吧。那行，谢谢啊，我马上把我妈联系方式发你。哎，好嘞。怎么，觉得心里有愧？不好意思在这住了。不好意思，你想多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，为了我妈，所以没什么愧疚的。叶知秋有一句话评价你，说你就是个伪君子，但凡有一点能为自己开脱的余地，就想方设法让自己心安理得。他看人挺准的，只可惜小雨看不准。我妈来看我了，但是呢，我今天临时去上海闹差，没办法，就只好让小雨替我照顾一下我妈。她答应了，所以这2天你可能就见不到小雨了。你又搞什么花样？搞什么花样？见个家长而已。你放心，他们俩一定会相处的很好的。哎，叔，小子，你给我们家小雨安排的什么工作呀？啊，他怎么在陪一个乡下老太太逛街呢？叔，这不是我安排的，他今天请假。请假了？那个老太太是谁呀？那是李腾飞他妈。啊？他妈正好来北方市看他。李腾飞呢又赶上出差，所以呢就想让小雨帮忙照顾一天。谁知道是故不故意的？我看是李腾飞想造既成事实。小子，你危险了！我告诉你，如果这次你再输了，那我可真的就爱莫能助了。哎呦，叔，我求你，我这烦着呢，你别在这说风凉话呢。开个玩笑啊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对自己没信心可以，你对我们家小雨不能没有信心，明白吗？我姑娘对朋友的事情有求必应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家小雨绝对不是那种脚踩2只船的姑娘，明白吗？妈，哎哎，小雨，今天辛苦你了啊！谢谢。让我妈逛了这么一整天。其实我也好长时间没逛街了，陪阿姨也顺便放松一下我自己。小雨啊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
这回我来啊，也没带什么好东西，这个你拿着。妈，不用，他带来了。不用，阿姨，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，真的不用。你是不是嫌弃呀？这怎么会呢？当然不是啦。啊，那我给你带上。来，也是我妈的一份心意，不值几个钱，你收着吧。好看，真好看。谢谢阿姨啊。谢什么呀？以后啊，我不在北方市，还得麻烦你替我照顾腾飞。腾飞这么独立的人，他哪需要别人照顾呀？再独立的男人身边也得有个女人呀，你说是吧？妈，吃饭。哎，腾飞啊，你啥时候带我去看看你的好朋友于鹏岳呀？来了。哎，太真，鹏岳哥哥，怎么了？鹏岳哥哥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你告什么别？你进来说来，你去哪儿啊？不了，我就是想家了，我想回去。鹏岳哥哥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把我当个妹妹，可是我是真的特别喜欢你。妹啊，你听我说啊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，你别让你哥着急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哥接个电话，你赶紧先进来，听着没？赶紧的啊，赶紧进来。哎，爸，哎，儿子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问你啊，你跟太真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爸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不知道啊，太真的爸爸已经被抓起来了，听说他们家的财产都被冻结了，而且连他妈都给带走调查了。他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现在都哭着喊着要跟他们划清界限，都不敢沾他们家的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臭小子啊！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你跟爸妈说实话，你跟太真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，在没在一起啊？爸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喂，都怪你！太真，太真，陈太真。太真，太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到处找你。你被流氓拐卖了怎么办？啊？一边我都担心你啊。我就是想透透气，我挺好的，我没事。鹏岳哥哥，我走了。太真，我都知道了。鹏岳哥哥，鹏岳哥哥。
里什么都没有了，银行卡也被冻结了。彭越哥哥，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巨人可以依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妹，你放心啊，你彭越哥永远都是你哥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会不管你的，听见了吗？没事，没事。彭越哥哥。看样子，他俩可能还得再抱一会儿，要不然，咱俩就在这待一会儿吧。这也不好笑啊！那我再给你讲一笑话。你还讲啊？这个笑话肯定好笑，真的。有一对夫妻去商场买手机，有一男的就看上了一个1000多的手机，带着他媳妇死活就不给他买，在那磨磨唧唧，就戴了1个多小时。这个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跟男的说兄弟，就1000多块钱你都做不了主，这还得听你媳妇儿的。这男的一听就急眼了，那怎么着？那听你的，你给我做饭啊？彭越哥哥，哎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？你睡哟，你们俩进来了。干嘛？小野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那个台晨家出了点变故，没地方住，你这不一个人住着吗？反正还不用商量。没事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东西都拿来了，还不赶紧搬进去？谢谢狐狸精姐姐，谢谢若雨姐。行了，这以后别再叫我狐狸精姐姐就行啊。走吧。哟，小雨，你什么弄一镯子呀？这一看就是一老物件嘿。啊，我妈来了，我正好出差，小雨呢就陪我妈逛了1天街。我妈心里特过意不去，就送了一礼物。这个镯子这么古朴，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吧？这一看就是祖上传下来的呀，那还用说吗？当时我奶奶手里就有一个，是我爷爷的妈妈传给她的。后来我奶奶又把这个镯子传给了我妈，我妈说等以后我有了媳妇儿，再把这镯子传给我媳妇儿。但是我这媳妇儿现在还没……腾飞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个镯子它这么贵重，你帮我还给阿姨吧。不好意思啊。走吧，台晨。
李总，你说你这招管用吗？这话放出去，谁信啊？谣言能否生效，不在于真假，而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它。只要迎合了人们的心理，即使再假的谣言，也会有市场。对了，这一点叶总应该深有体会才是啊。嗨，我这不是琢磨着于鹏也是玩阴谋的行家吗？怕我们玩不过他。我这不是阴谋，是彻彻底底的阳谋。进。于总，签个字。遵命。大宇，哎，这儿呢。敲门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小雨，刚才有2个员工找我辞职，我挽留了好久，他们才说了实话。这2天北漂生活网那边发来消息，说年底要发放巨额奖金，不管来的早晚，只要在年底前入职，人人有份儿。咱们的公司的员工都知道今年没有奖金，现在人心惶惶，每个人都想办法，准备年底前跳槽过去呢。腾飞。你冷静点儿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。一个公司的奖金分配应该是很机密的事情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散出消息来？而且现在才10月，这个时候谈年底的奖金发放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还说什么不论早晚人人有份，这不是打老员工的脸吗？我倒觉得这是他们对付我们的一个阴谋。这不是阴谋，这是阳谋。李腾飞知道咱们的处境，他就是想用流言蜚语瓦解公司人的心，真够狠的，1分钱不花就已经让咱们的员工人在曹营心在汉。那要是咱们也告诉员工年底前发放奖金呢？那就更如他们的意了。如果发少了的话，员工呢就会有对比，会增加对公司的不满情绪；如果多发的话，员工倒是开心了，那我们后期就没有流动资金再搞新的项目，就会被他们拉得更远。这点手段还难不倒我。他想当刘皇叔，偏不让他入狱。今天把大家都叫来，是因为公司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流言在传，不少人听到以后甚至信以为真，蠢蠢欲动，相互传连。我明白大家的心思，谁不想多赚点钱？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这根本就不是流言，而是谣言。换作是你们会怎么想？辛辛苦苦地在公司工作了1年，马上就要拿到年终奖了，突然间公司来了一批新人，只干了几天，却拿的奖金跟你们一样，你们愿意吗？你们当然不愿意了。从一个只有3个人的小公司，到鼎盛时期规模接近100人，这一路走来，里面有多少的酸甜苦辣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与汗水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我们没有走前人走过的路，我们只是开辟了一条先人从未走过的路。虽然这条路很难走，一路上披荆斩棘，但我从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开创了历史的篇章。我们不但创造了自己的价值，同时也造福了千千万万的北漂们的生活。我们值得为自己骄傲。我从来不亏待员工，尤其是那些在公司举步维艰的时候依然追随我们的员工。你们是公司的脊梁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就有信心面对一切困难，带你们重建昔日的辉煌。我宣布，公司将拿出150万作为大家的年终奖金，在春节前发放。还是老规矩，不论级别，不论职位，只论绩效和贡献。可就在刚刚，公司又有5个有资格拿到这样奖金的人离开了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其他人又可以多得10%的奖金。不行啊，
大鱼，你把钱都发奖金了，明年拿什么做市场活动，拿什么做新的项目啊？周岩，我知道你是为公司考虑，但是公司不是你跟我的，而是大家的。那也不行，发钱的时候倒是痛快了，可接下来怎么办？你不能竭泽而渔啊！我说过，公司最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员工。如果没有员工们的努力，哪来的公司？再说了，还有4个月的时间，我相信我们大家能赚回来。这不一样，当初咱们是一枝独秀，现在呢，咱们面临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刚才已经宣布了，这个年终奖我一定要发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咱们私下讨论。那行吧，钱我不要了，公司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是于总，我那份也不要。我是公司的老员工，您刚才说的我深有体会。既然公司现在需要用钱的地方这么多，您就拿去用。我的也不要了。大鱼，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我们大家都懂。就这几万块钱，你说我们拿了，一夜之间也不能变成富翁啊。与其存在银行，我们不如拿出来支持公司。对呀，于总，您就当是我们几个老员工把钱借给公司的，这还不行吗？借？没错，我们把年终奖借给公司，等明年发的时候，一起还给我们就行了。不过于总，这利息您给我们算的高点呗。那好吧，老邢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利息就按10%算吧。这么多呢？于总，我的奖金现在暂时也用不到，能不能借给公司啊？当然可以，只要是自愿的，都是10%。谢谢于总。我没想好， 10%的利息啊！你说这个到时候能兑现吗？应该可以。我觉得于总说话还是很靠谱的，公司这样也没见他亏待员工吧？总比我们把钱投给那些会跑路的 PPT 公司强吧？前段时间那个风亚不就爆雷了吗？哎，也是，要不咱们试试吧？行，试试看吧。反正我也没指望公司今年能发钱，当个彩票。那我也好。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。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。散会。我觉得我也是。于总，于总，结果出来了，只有4个人想落袋为安，看来咱这出戏呀还真没赔。想想也真不知道该哭还是笑。一会儿该怎么说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好，去吧。哟，周总，王律师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小雨，进去吧。还是算了吧，这种事情我实在是做不来，你们还是自己来吧。小雨，哎，我知道，你们几位啊，都不是那种爱算计人的人，特别是算计自己人。可这回，咱不是被逼到这份儿上吗？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都算我头上。为了公司，这个雷我来顶。老邢，走吧。有这种办法糊弄大家，真觉得心里有亏。您不能这么想啊！这钱咱又不是不发了，只不过是周期从4个月延长到了16个月。那每个人还都到王律师那儿签了协议的。要我说呀，还是您平时对大伙儿太好了，大伙儿都信任您。要不然谁敢把这奖金借给公司啊？这事儿要搁别的地儿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就冲大伙对我这份信任，
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哎呀，这袁一伟呀，至少得发200万，才能跟北漂生活网那边打一平手。让您这么一弄，咱只发150万的奖金和10来万的利息，大家还都觉得自己赚着了。哎，最关键的是啊，这么一来，这军心可就稳了。估计未来这几个月不会再有人辞职了。现如今这中小企业想到外边融个资、拆个借，怎么也得12%起步吧，20%的都有。像咱们这样，就花10%的利息就给他搞定。您说这事儿要那边知道了，还不得把他们给气死？李腾飞才不会生气呢，估计他还得帮咱一把。他真这么说的？是啊，于总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我不信他那套，我还是比较相信您，所以就投奔您这儿来了。相信我？相信我什么？您不是说只要过来年底就有奖金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公司里都传着。你也知道那是传言，既然是传言，为什么要信呢？于鹏岳说的没错，如果干了1个季度和苦干1年的拿的一样多，那我这公司的人心岂不是散了？可是李总，我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，我得好好查查。行了，回你公司忙吧。李总，我都已经辞职了呀，专门是为投奔您来的呀。我什么时候说要你了？您不是说……你都说了，那是谣言，不是真的。行了，文文送客。李总，再商量商量，再商量商量吧。李总，李总，您再给我个机会。李总，我干什么都行啊，李总。李总，不要赶我走啊，李总。于总，于总，于总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吧，于总。我来走，我来走，知道错了。我说老沙，还是回去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就得做。邢经理，您再跟于总替我求求情吧，这次我真的不想走了，真的不想走了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也老大不小，怎么就能犯这种糊涂？要我说呀，你还是赶紧投简历找工作去吧。啊，兴许能找一个干3个月就拿全年年等奖的。好，邢经理，您再跟我替于总求求情吧，求求您了。我知道错了，走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邢经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好好。大宇，老让他们这样喊，多影响工作啊。没事，让他们喊去。他们不来，我想花钱请他们来。他们只要多喊喊，留下的人才懂得珍惜。可是我总觉得这样摆弄人心有点不太好。何止是不好，简直是在玩火，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。我能不知道是在玩火吗？你知道你还这么干？我也是没有办法才逼到这一步的。现在公司管理层的人已经走了一半了，如果大家再不齐心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争论。我看是你自己把自己逼到这一步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既然人心已经定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反击啊？我打算再推出一个新活动。春节对于所有的北漂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它不同于其他的节日，更像是一个充满了亲情的神圣的仪式，牵动着每一个游子的心。大家想一想，他们辛苦劳动了1年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和亲朋好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吗？在见到亲人和妻儿那一刻，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的心里话想对他们说，很多的苦与他们倾诉，很多的快乐与他们分享。因此我想举办这样一个活动，让这些北漂们在网上对这些亲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选出最真诚、最浪漫、最幸运等多位参与者，赠送他们免费的回乡车票，并且送上咱们的一句祝福。因此本次活动的主题就叫做让爱免费回家。我觉得于总这创意非常好。既然咱们在资金实力上比不上人家，那我们就从情感的角度出发，借助北漂心中对家人的思念，达到咱们扩大影响、增加流量的目的。绝了，绝了！我也觉得行。
可是万一咱们搞了那么多票，被人家当成黄牛党怎么办啊？你也太实在了，咱们只需要赠送他们相应票值的奖金不就完了吗？我知道本次活动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讨论，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把一个大调子定下来，至于其他的，我们再做深化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的竞争对手北漂生活网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？对呀，万一他们抄咱们创意怎么办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就等着他们抄呢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北漂房客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？啊，那个于鹏岳那边啊，在跟咱们争夺铁路媒体失败之后，重新把重心放在了网络上，新搞了一个什么叫做“让爱免费回家”的活动，来拉动人气。免费回家？这说白了就是，让这个网友啊，在春节前对家里人说句心里话，然后再从中抽取一定比例，给他们报销回家车费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这是于鹏岳一贯的操作方式，以小博大，以柔克刚。他一定是觉得在资金方面比不过我们，所以就开始打感情牌。没错，不过我觉得大鱼这个感情牌啊，真的打得恰到好处，这现场的人这嗨了去了。打住啊！别老大鱼的啊！包括你，什么于总啊？你们现在是在北漂生活网和于鹏岳是竞争关系，于鹏岳是你们的敌人。叫什么不就是一代号吗？叫大鱼怎么了？叫他大鱼你能少块肉是怎么着啊？这是态度问题。行了，有这个精力聊聊正事儿。老叶，说说你的想法。要我说简单，直接拿过来啊！奖金翻倍，中奖几率翻倍，搞定。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？兵者，诡道也。自古以来，兵就不厌诈，这都不知道。什么诈不诈的啊？长脑子干嘛使？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？抄别人的有意思吗？自己动动脑子想想办法。你这让别人知道，也不让人笑话死啊！笑话？谁笑话我们？他能够让网友给家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就不能让网友给家里带句贴心话吗？稍微变变，不就是自己的东西吗？那你这不还是抄吗？啊？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觉得丢人呢。丢什么人？怕丢人就别做生意。再说了，同行相互借鉴的例子多了去了啊！照你这么说，人家干了，我们就不能干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叫一直在模仿，从未被起诉。学着点，这才是做生意的最高境界。我看你是无耻的最高境界。不是你说谁无耻？说你呢？能不能聊正事？既然没有其他办法，那就先按老爷的来。杨子、老黄，去做一份类似的方案。啊，重要的是啊，在奖金数量和获奖概率上面压过他们。这人要是不要脸呀，神仙都难逃。听说了吗？北漂房客网最近搞活动呢，报销春节回家车票。哎呀，你这哪辈子的消息啊？不仅他们有，北漂生活网也有，而且中奖率比他们还高呢。那你参加哪个了？当然是两边都下注呢，又没说不能参加对方的是吧？万一中了，还能省小1000多块钱呢。对哦。北漂生活网那个送回家路费的活动你参加了？参加了。哎，不是北漂房客网吗？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是北漂生活网？咱们是两家都有？有可能。哎，机会多了还不好，咱们两家都参与呗。对，这个北漂房客网啊是最先发起，这个北漂生活网呢是后来跟进的。但是，北漂生活网的奖金呢是北漂房客网的好几倍啊！哥，我知道，我们就上北漂生活网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虽然说这个北漂房客网的中奖率低了一点，但是
这是白给的一次机会啊！哎呀，安全第一，两家都上啊！老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们比于红月那边投入的资金要多得多，在宣传力度上面也比他们大得多，可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关注度和这个参与人数上，这个距离就是拉不开呢？我想不明白啊！我们这次是上了于鹏月的当了。上当？哎呀，于总，我简直就是服了你了！现在咱们的客户房跟北漂生活网可以说是不相上下，可咱们的投入还不到他们的1/10。您是怎么做的？这只不过是一个概率圈套而已。对于用户而言，他们才不管哪边中奖率高，哪边给的钱多，只要有可能，他们一定全上。这不就是搭便车吗？妙，太妙了！其实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抄袭我们，我是故意让他们抄的。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就要开始咱们的新活动。哎，胖子，哎，北漂房客网那活动你参加了吗？我过年又不回家，参加什么？出新活动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回家也能参加。到时候给你爸妈寄机票，让他们飞过来跟你一起过年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来，我看。哥，你说这北漂生活网真送机票，那他得花多少钱啊？你是不是傻啊？我问你们，这春节到，是出北方市的人多，还是回北方市的人多？出北方市的人多。不打你，这回说对了。哎，那我问你，既然人家出去的时候是全价机票，回来的时候恨不得打1折，这就是人家聪明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些后生啊，终于学会了安全第一。咱们这次又被大鱼耍了，他也太狡猾了，这不是避重就轻吗？没办法，谁让他脑子就是比咱几个好使呢？这套组合拳，估计他早就想好了。哎呀，练吧。怎么样？李腾飞那边跟进了吗？跟进了，不过这回他们也学聪明，这中奖概率和奖金呢，都比原来低了很多，惹得网友们这通骂。这就叫升米恩，斗米仇。还有，抓住他们3番5次抄袭咱们活动这一点，我要大肆的宣传一下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北漂生活网只会抄袭，只配永远跟在咱们后面。咱们看了这份财务报表，你们几个给我解释一下。散会。枯树逢春发新芽，这颗盆景长得很特别。哎，你是怎么养的？说来惭愧，去年冬天太忙，一直没顾上照料，叶子都掉光了。
本来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就搁那儿一直没管他，没想到生命力还挺顽强的，到了春天竟然开始发芽。所以说，光看表面，容易影响判断，容易被迷惑。腾飞，你这半年你的所作所为，可有点让我失望啊。是，于鹏岳是比别人聪明了一点，可是，在商场上，这点小聪明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呀，还是太年轻、太单纯了一点，总是想着能光明正大的生活的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咱们现在是真刀真枪的做生意，不是你们当初在学校比拼学习成绩。其实，知秋给你出过好多好的点子，可是你都没有用啊。就拿去年年底的事来说吧，如果当初你们几个股东坚持要 FB 公司分红，最起码也能让他们焦头烂额一阵。我没说错吧？知道，我行了，过去的事就不说了。腾飞啊，这次来，我是想给你提个醒，公司一定要尽快的实现盈利。别看现在钱花的痛快，如果将来收不回来，那就只有痛苦了。我明白，陈老，我一定会抓紧时间，早日打败于明月。那你忙着，我先走了。这就送下我吧。哎，好的，陈老。陈老，你慢走。好。陈老，您觉不觉得李腾飞和于鹏岳会不会有什么私下的协议？您瞅瞅，这半年多来，他们俩是你攻过来，我攻过去，打的是很热闹，可就是见不到成效。这北漂房客网不仅活过来了，而且越办越兴旺，这不符合您之前的战略预期啊。李腾飞能力是有的，可惜有时候太讲原则。你在这里要好好帮他出主意。可我出的主意，他都不听啊。我今天不是帮你说话了吗？你放心，他明白我的意思，你就只管帮他出主意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办。我明白，我听您的。还有，你刚才说的事情，也不能不防，悄悄的帮我盯着点他。明白？就记住一点，李腾飞不动，我们就推着他动，逼着他动，直到把他逼上绝路，逼得他跟于鹏岳彻底撕开面子，那我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。我明白了。知秋啊，说实话，我对于鹏岳搞出来的这套模式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只可惜这小子太没有商业头。李腾飞跟他也一样，满脑子都是家国情怀、仁义道德。不说别的，就拿青年公寓这个项目来说吧，在他们手里几乎变成了一个不赚钱的公益项目。如果让我来运作的话，起码有好几种获得收益的方法。陈老，这个项目我也想过，可除了房租还能怎么挣钱？房租只是收益的一部分，关键是要挖掘出更多潜在的价值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推出
积分入驻政策，让学生们在咱们的网站上完成任务获得积分。花钱的任务给的积分多一些，不花钱的任务给的积分少一些。总之，只要积分够了，学生们一毕业就有资格入住既便宜又舒适的青年公寓。对呀，这么一来，他们从大一就得和我们密不可分。在校期间，不断的在咱们的网站上发帖、购物、签到、贷款、参加线下活动，这不就把咱们青年公寓让利的那部分钱又挣回来了吗？哎呀，程老，您有这么好的主意，怎么不早指导我们工作呢？哎呀，这些事儿不用着急，只要统一了市场，早晚都是我们碗里的菜。之前我只是略微的纵容了一下于鹏岳他们，现在该是收紧绳索的时候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李腾飞，我要用，但我要控制使用。志乔啊，你才是我心里执掌这家公司的最佳人选。老大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呢？这眼瞅着叶知秋就把你挤下去了。两个老狐狸聊天，没句真话，听听就算了。这回真不是听听就算了，我当时在柱子后面听得一清二楚。这陈武生离我也就2米远，而且调门还特别高，还拿这个青年公寓项目举例子，说咱们太专了，要把公司交给叶知秋执掌。你说陈武生当时离你只有2米，而且说话声音特别大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人这话呀，就是说给你听的。不是说给我听干什么呀？肯定是看见你在那儿了，想借用你的嘴告诉我他们想做什么，然后利用叶知秋刺激一下我们，提高一下我们的工作积极性，再给老叶打一剂鸡血。果然是老江湖啊，随便一招就是1箭3雕。哎呦，真是防不胜防啊！哎，干嘛去？下班回家了呗。你们这些聪明人的世界，我是真玩不了。真的，越跟你们在一块儿，我越觉得自己智商不高。有时候啊，我还是真是挺怀念上大学时候的。走了啊，早点回去。师傅，走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师傅，不走，等人呢。嘿嘿。臭小子！哟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想你了呗。哎呦呵，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来，儿子，上车。哎呦，行，请，哎，客气，走。咱爷俩哪搓一顿去？那这必须的呀！上一天班饿了吧？还行啊。正好啊，拉人路过你们公司，我一想，你小子也不是那主动加班的主啊。今儿车有限行，就在你们门口趴了会儿，果不其然，把你给逮着了吧？最了解你的人是我。行了，嘿，说吧，这好几天了，忙活什么呢？这个也不往家催个电话问候你老爸。别提了，做活动、抢市场、搞公关，每天跟大鱼他们斗智斗勇，弄来弄去的，真的烦死了。挺好，挺正常。这好什么呀？好，我早跟你说过吧，你们这几个凑在一块儿，早晚有利益冲突，不怕当面锣对面鼓的吵一架，就怕闷在心里，谁也不理谁。别看现在吵得凶，哎呀，吵完这一架呀，你们就该念对方的好喽。那要您这么一说，那我们就快和好了？这不敢保证。
你跟我这瞎说八道什么呢？我这不是就是拿话开导你2句吗？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？你这不提这事儿了，说说你吧，男的当婚，女的当嫁，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呀？哎呦，老爹，我这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，哪有时间考虑抱孙子的事儿？考大学那么紧张，你还撩仨姑娘呢？好意思说，考大学那么紧张的时候，这仨里面有俩是您给我介绍的啊？好意思说吗您？现在跟那会儿不一样，那会儿10几岁人都单纯，恨不得从眼睛里都能看见心里。现在这人接触2年都不见得知道对方怎么想的，就算这人躺你边上躺2年啊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想的。人心隔肚皮，太可怕了。也是，明儿你找的时候啊，擦亮眼睛。哎，就去年你过生日那天，我拉一姑娘，你知道从哪儿上的车？哪儿啊？哼，想你都想不到哎，从去医院那救护车上。从出租车上下来上救护车的我见过，从救护车上下来直接上出租车的我是头回见。姑娘，哼，多嘴问一句啊，你这血了呼啦的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哎呀，本来我谁都不打算说，不过师傅，我今天心情好，那我就给你絮叨絮叨。你看我这脸上的伤吧，看到吧？我刚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啊，但是我这裙子上的血吧，那是假的。喂，你干嘛呀？赶快躺下。没事没事，那个，等会儿那个前面路口把我放下就行了啊。放下什么呀？你这孩子都快保不住了。哎呦，这个帮我拿下。还有，这是，哎呦，我呀，前面跟我男朋友闹着玩的啊。这200块钱车费，您想呢？谢谢谢谢。好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！谢谢。师傅，在这儿停下就好了。拜拜，护士姐姐们。这什么呀？哦，救护车上。哎，那姑娘挺年轻，跟你这岁数似的，从救护车上下来，一身的血呀，容光焕发的就上了我这车了。怎么着，拍电影呢？我还纳闷呢，一问才知道，感情这丫头啊，跟那前男友分手了，后来呢，又死乞白咧的追人家，骗人家说自己怀孕了，结果呢，让人给识破了。为了挽回局面，怎么样？这才上演了一场怀孕大戏。你说现在怎么什么心事都有啊？不是，嘿，我这说别人的事儿，你这么紧张干嘛呀？爸，啊！看看，是不是这姑娘？啊，是啊。不是怎么着？我说这姑娘前男友你呀？这不是我，是周岩啊。这女孩我跟您说过，就是周岩那前女友菲菲。我就说假怀孕这事有蹊跷，总算让我抓着证据。爸，您这次立大。爸，快掉头！我就告诉他们你回去。什么就掉头？不是说回家吃饺子吗？现在吃什么饺子？现在是嫂子有问题，我不能让她再骗我兄弟了。不是，走，弟弟，别，我来。来，快来尝尝我做的新泰软。哇，泰山真的是7零手巧，好好吃啊！哎，哥哥，你快尝尝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按书上的甜品教程做的，用大枣和糯米粉，还是我自己和的呢。我尝尝，真好吃。这底下黑乎乎哎，哥哥，我喂你啊！真是我喂你啊！不是，我自己来啊！
这怎么黑黑的呀？真好吃。好吃吗？嚯，谢谢啊，奶奶。啊，有这么难吃吗？大珍啊，你这个枣都快烤成炭了，你这里面这个糯米也没整熟，这哪是心太软啊？谁吃谁是命太硬啊！我看书上说要蒸20分钟，我嫌太费事儿了，就拿微波炉煨了5分钟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蒸20分钟，跟微波炉煨5分钟，性质一样吗？不一样吗？你在国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呀？叔叔阿姨连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没教你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做甜品。哎，不是，我爸爸妈妈他们从来没有让我进过厨房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你的朋友哥哥这嘴呀，不会说话。你别哭啊，这样，朋友哥哥教你做菜，好不好？绝对让你的菜名扬四海，谁吃谁都爱吃。真的？一言为定。朋友哥，这太好了！别激动，又来了。哦，哎呦，周爷，咱们这2个超大号电灯泡是不是得赶紧走呀？别等会儿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再给晃瞎了。周岩，我有事跟你说，关于菲菲的。谁呀？哎，你来干嘛？你这话问的，我怎么就不？哎呦，我来是有好事儿。哎，想不想再挣笔大钱？不想。我当初答应跟你合作，那是因为我就想报复一下一直多管闲事的于鹏越。现在我弟弟已经大学毕业了，也用不着我寄钱。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生活，而且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重新把周岩给追回来。我又何必要跟你这种人渣继续混在一起呢？得了吧你啊！我猜于鹏越早就看穿你了，就你那点破把戏。不信是吧？不信你就好好想一想。哎，你想，要是他们没有看出来，你怎么费了那么大的劲，周岩会对你一直就不冷不热，若即若离？啊？就着你的话啊，说说你家那边。是，你弟弟是毕业了。可是以你爹妈的一贯的脾气和作风，你弟弟成家买房子应该少不了来麻烦你吧？啊，至于你现在的工作，啊，你当个网红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不过可惜了，你只是为了周岩，衣服又不敢脱，大腿也不敢露，光唱几首歌挣点打赏的钱，够干什么呀？你说完没有？说完就滚！别老想着关门，怎么了？还没说到重点呢。我猜啊，周岩一直都没有揭穿你，是他觉得你可怜，不容易。可万一到时候连这个都被揭穿了，你的如意算盘可就彻底完蛋了。到那个时候，除了把你当成摇钱树的你爹你妈，哦对，还有你那可爱的弟弟，什么都没了，一无所有。叶知秋，我今儿还就告诉你了，我就算一无所有，
我也再不会令你这种人渣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大鱼，我什么我？你还犹豫什么呀，周岩？现如今都已经真相大白了，她连怀孕这种事情都能骗你，她还什么事干不出来？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，当面把话说清楚，你们俩以后再无瓜葛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别再让她过来恶心你了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逼周岩了，这越逼他压力越大。周岩是成年人了，他自己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处理吧。他能处理明白吗？你看他那样，他能处理明白吗？反正周岩你就慢慢想吧。那个，我爸还等着我吃饭呢，我先走了啊。慢点，杨子。菲菲，七，周岩，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要不先进来再说吧。不用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还有什么事想跟我讲啊？是不是又想找一个骗我的理由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？给我下药，假装怀孕，你还嫁我给子珊，骗了那么多人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你还想继续骗下去吗？都知道了。但周岩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，我真的也欺骗不下去了，我是有苦衷的。好了，我不想听你再解释任何东西了，好吗？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周岩，周岩，你听我解释，周岩，你听我解释，周岩。啊！又要跑啊？跑什么？周岩，干嘛呢你啊？不要报警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贱人欠我们钱，动！那贱人欠我们钱，我们要让着，报警！报啊！我看看警察来抓谁。走，站住！你们带他去哪儿啊？这你放心啊，我们不会帮你们找的，只要把肾卖给我们，这笔账拿清了。哎啊！你们绑架跟买卖器官都是违法的。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多管闲事儿，不然老子连你一块办了。走，等等，他欠你们多少钱？10万本金，42万利息，怎么着啊？你替他还吧。我还。你还啊？兄弟，这种玩笑可不能开。52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有钱了你？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还给你。少他妈跟我说的废话，拿点干货出来。股票、车子、黄金什么都行，什么都没有啊？就别跟我说这种废话啊！我有股份。股份？什么股份啊？皮包公司的股份呐？那我们可不要。是一家科技公司，
北漂房客网你们知道吗？我是股东，等我把股份卖了，足够还你们的钱。行，我信你一次。不过以防万一啊，你得先交2块钱定金，人我再还你。啊，你们滚蛋！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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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。菲菲，我没说错吧？你的那点小伎俩骗不了于鹏月他们的。你现在除了我给你指的这条道，你已经无路可走了。我本来呢，只想拍几张你被绑架的照片发给周岩唬唬他，可没想到这小子居然送上门来，正好当着他的面来这么一出。效果 very perfect， 真实可信。想说话呀？想说话，冷静啊！叶志成，你疯了吗？你还是人吗？你放开我！我呀，认真！放开我！爸，随便吧，反正我也掉不了一块肉。不过我劝你啊，还是冷静想一想。菲菲，就算我现在放了你，你去告诉周岩真相，你觉得他还会相信你吗？如果我不帮你，周岩他一定不会原谅你的。可如果你把这戏演下去，结果就不一样了。你也听到了，你欠高利贷的事儿，周岩已经差不多都相信了。如果你继续演下去，那你之前所有骗他的谎话都合理了。一个没有钱的女人，为了追回有钱的前男友，使点小手段，人之常情嘛，对不对？至于你借高利贷的事儿，我都替你想好了，接着拿你弟弟说事儿。反正他对你们家的情况也是一清二楚。周岩就是个傻子，你吃他吃得死死的。接着，你可以再装的无辜一点，再装的可怜一点，充分的利用他的同情心，让他觉得你是被逼无奈，不得已借了高利贷，不得已犯下那么多错误。等这件事了结了，你再声泪俱下，幡然悔悟，大不了多陪他待几天，让他彻底原谅你。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你说是不是？喂，喂，叶总啊，我是菲菲他妈，菲菲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让你家人给我打电话。你妈。喂，妈，什么事儿？菲菲啊，我突然给你弟弟找工作，还缺7万块钱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打过来呀？我会尽快凑齐的。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先挂了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菲菲啊，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如果你还想和周岩有复合的机会，还想和他在一起的话，就只能按我说的做了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这就对了。我的目标是于鹏月，不是周岩，不会害他的。只要你继续配合着我把戏演下去，撺掇着周岩把他手里 FB 公司的股份卖了，之后他拿着卖股份的钱来赎你，我1分钱都不要，全是你的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找机会还给他。这样一来，我整倒了于鹏月，你又能借机圆了之前所有的谎话，两全其美的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是不是？
这回死心了吗？黄月哥哥，你说要带我们来看的戏就是这个呀？怎么样？情感加暴力加犯罪，亏他编得出来。不过别说，这个菲菲演的吧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你钱给够了，他奥斯卡都能给你拿了，你信不信？大鱼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没准我又上当了。唉，真没想到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上当的还少啊你，快气死我了你都。李腾飞之前跟我说过一个魔方比喻，他说其实每个人都像是一个魔方，原本的每一面都是单纯的，不过在社会的扭动之下，终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只有少数掌握了规则或者机缘巧合的人才能保持住本心。不幸的是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，纵使偶然间回归了单纯，也很快就会重新复杂起来。他说他自己的吧？哇哦，好深奥啊！所以若依姐姐，你一定特别崇拜腾飞哥哥，对吧？你别扯离间了，我跟你是个葫芦娃。大鱼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接下来，当然继续选择相信他。啊？怎么样？刚才菲菲给我来电话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菲菲求我去救她，求我卖掉公司的股份。这就对了。看来他们终于沉不住气了，弄出这么大的阵势，就是冲着你手里的股份来。只要拿到你手里一半的股份 ，FB 就改姓陈了。用这种方式打击对手，我觉得李腾飞他不会这么没有底线的。是啊，大鱼，我也觉得老大不会这样做的。他为了达到目的，早就没有底线了。不过就这件事情做事风格而言，的确不像他所为。他虽然没有陈胡生那么老奸巨猾，但也算得上是事无巨细、心思缜密。如果他真想对付咱们的话，不会使出这么愚蠢的办法。这件事十有八九是叶知秋所为。一旦成功的话，他就会去陈胡生那里邀功。那这件事情你想要怎么做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将计就计。陈胡生、李腾飞、叶知秋这三个人虽然是咱们的对手，但也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尤其是叶知秋。我猜他一直被李腾飞踩在脚下，耿耿于怀。再加上陈胡生这个人生性多疑、刻薄，所以我打算给他们一招离间计。离间计？你要离间谁啊？当然是李腾飞了。就这半年的较量来看，还是李腾飞对咱们的威胁最大。只要把他搞定，咱们今后的处境就会大有改善。我打算放出一批半真半假的消息，利用叶知秋急于上位之心，到陈胡生那里告密。如果不出我所料，陈胡生一定会对李腾飞有所防备和限制，甚至让叶知秋取代他的位置。大鱼，咱们这么算计老大不太好吧？周岩，商场无父子，更何况是兄弟。再说，他拿咱们当兄弟了吗？兄弟也好，父子也罢，我的想法跟周岩是一样的。你有点走得太偏了。如果你想的办法都是这样的，那以后开会不需要再叫我了。于鹏月，我真的越来越不认识你了。大鱼，要不咱们换个办法吧？李腾飞说的没错，
你们都愿意选择单纯的一面，那就让我变得复杂起来。今天我把大家叫来，是想商议一下关于 FB 公司股权变更的事儿。在座都是 FB 的股东，大家也都是熟人，我就不废话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周岩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对外出售一部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。卖多少？一半，也就是公司股份的5%。周岩，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？咱们对手归对手，但是私底下还都是兄弟。你要是缺钱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借给你。干嘛卖股份啊？杨子，杨总，周岩想卖股份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。你要真把他当兄弟的话，就尊重人家的意见。老大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打算卖给谁？当然是公司以外的人了。那得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了。同等条件下，我们这些股东也拥有优先收购权啊。所以我把大家叫来嘛。小雨，把书面通知给大家发一下，谢谢。这么高，那个人是不是疯了 ？FB 公司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钱。王总，您可是董事会的成员啊，别人出高价钱收购咱们公司的股份，是对咱们公司的肯定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再说5%的股份虽然不多，但是对于某些想要的人来说，那可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现在征询意见的话，我不同意转让。我也不同意转让。没问题啊。不过我跟小雨肯定是同意的，2比2。不知道王总，等一下，李总还有何指教啊？既然是1人1票的话，那么就请于总不要代替其他人投票。小雨，不管你同意不同意，我想听到你自己的意见。我同意。好了，没问题了。OK。这个李腾飞也真的是，明知道答案还非得试一下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你不会也中了他的计了吧？也许吧，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，你确实很自以为是。我自以为是？我怎么自以为是了？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呀。从一开始，你满脑子只有你自己，只在意你自己的想法。我们都属于是你的一枚棋子吧，被你这个睿智的棋手操纵着、支配着，按照你的思路跟对手一决胜负。我哪有？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？你恨不得所有人都听你的，按照你的想法来。你一张嘴就代表所有人的意见，你一抬手就忽略所有人的想法。在你的世界里，好像只有输赢，没有过程。你就像是一个棋手，为了最终的目的，不会在意每一颗棋子的死活一样。我那是为了大局，为了公司，为了集体。
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好啊，可事实不允许啊。如果因为少数人的不如意可以让更多人如意的话，我当然选择牺牲少数人。至于你说的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还有感受，那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，做的不好。我犯不着明明知道正确的路在哪儿，而去选择绕弯路吧。OK？ 你怎么知道别人走的就一定是弯路呢？你怎么觉得你自己选择的就一定是对的呢？是我承认你比一般人聪明，可是你也是个人，是人就一定会犯错。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嘿，你错的还少吗？我是不是早就提醒过你，员工不跟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是很危险的？你怎么说？没关系，我相信我的员工不用那么麻烦。结果呢？就是你的2个好兄弟带着一大票老员工，毫不犹豫地站在公司的对立面。那是他们选择了背叛。你几岁了，还背叛？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交流。哎，小雨，你去哪啊？小雨，你帮我跟着他，我怕我去的话他生气。行，大雨，你放心吧，我劝他啊。哎，小雨。哎，老大，你说大鱼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张英问啊，下了个套呗，拿那5%的股份当做诱饵，等着咱们上钩呢。等咱们上钩？那然后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这小子准是没憋好皮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先由他折腾呗，反正现在王总还没给答复，咱们就静观其变。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。行，反正不管做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我说于总啊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上午刚宣布完周总要卖股份，中午就请我在这儿吃饭，完了周总人不来吗？啊，周总临时有事儿，全权委托我来和您见上一面。哦，王总，这回股权转让的事儿还得请您多多帮忙了。嗨，上午我都说了，你们几个股东是自然人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代表的是法人，是于金投资，这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，还得等公司董事会商量了以后再说。您看您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还在这跟我虚词套话呢。现在谁不知道于金投资都是听陈老爷子的呀？陈老爷子怎么说，那董事会不就怎么定了？再说了，当初没签合同之前，李腾飞就跟我说过了，